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叶元之委员、张志豪议员。好，川普每天都有招。川普当了总统以后呢，全世界头条新闻都是他的哦。那美国新闻界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哦，因为不断的换主题啊。他昨天宣布要课征对等关税。什么叫对等关税？哦。有几种吧，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公平，通通要交。一种是我跟你美国，你到底赚了我多少钱？你有跟我有多少顺差哦？然后呢，怎么课税哦？那而且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朋友，什么朋友不朋友，通通要交钱来哦。这个商业至上，利益至上，所以呢，过去的盟友跟他的对手一样，都适用对等，你们通通一样，通通公平，通通给我交税来。最快4月要实施啊。那另外呢，他这个签署了一个备忘录5个重点啦。第一个呢，就是贸易逆差我要平复。然后呢，外国这台湾特别注意，不允许外国经由另一国发送商品或其他物品到美国。台商很多跑到墨西哥跑到越南因为在大陆被制裁嘛，就到越南去然后到墨西哥去，这下都一样，你们只要给我绕来绕去都给你抓出来然后呢，这个4月1号以前要完成，隔天他这个规则弄出来，隔天川普就可以什么时候上路就可以决定了那另外呢，印度特别讲，他要跟莫迪见面他说印度关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这叫做关税障碍，用关税来卡你比如说一个车子，它关税扣了好几百%，那你车子就很贵这叫关税。另外呢，非关税壁垒也要把它除掉。什么叫非关税壁垒呢？比如日本就很厉害，以前美国都大车以前那日本都小车，所以日本呢就把日本的停车格都画很小。你美国车现在没有办法停日本消费者怎么买呢？这叫做非关税。看起来我并没有给你加税，也税很低但是呢，这是让你根本车子进不来，就是非关税壁垒。川普也说这些我要把它消除关税、非关税都要消除另外呢，又讲台积电了，所以害台积电今天跌30块。川普说台湾抢走我们的晶片生意，不抢回来我们会不高兴特别是英特尔这么好的公司，这么伟大出色的公司，一切都被台积电抢走了你生意都争不过人家，就是人家抢你的，大家公平做生意什么叫台积电抢你 Intel 的生意呢？这不讲理嘛那另外呢，这个印度赶快改口，说我们要进口美国石油天然气，跟赖清德一样，大家都知道美国要开发石油气，大家都是要天然气，而且还要买F-35战机，都给你买你不要说我这个贸易逆差太大，我给你买。那习近平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跟川普通电话？《纽约时报》说，习近平要表明，我不怕关税战，跟你通什么电话？不通电话看你要怎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淹。那川普说要对等关税，台湾的学者就说，我们干脆把关税弄0算了。我们现在关税平均6.5%了有的高有的低那0对消费者也很好嘛，干嘛要搞关税呢那另外呢，这个原来拜登的时候要拿390亿补助台积电环球金等等这些来美国设厂给你钱，这些钱有些还没发，川普说 hold 住，停住，暂不发，搞不好根本不发给你。我们看一下。They charge us a tax or tariff, and we charge them the exact same tax or tariff. Very simple. 大笔一挥，美国总统川普签下对等关税行政命令，而且川普特别点名的对象竟然就是台湾的晶片。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If you build here, you have no tariffs whatsoever. 川普矛头也对向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We had Intel, we had these great companies that did so well, and it was taken from us, and we want that business back. We want it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对台湾的对等关税标准还得等美国调查后才会宣布，但他敦促台湾晶片供应链赴美设厂，企图心已经昭然若揭。Well, that's a good one. 这场记者会，川普左批台湾，右骂加拿大，还酸欧盟都占美国便宜。不过，川普对各国征收万万税，可能让自己当初说要停止通膨的政见起到反效果。
被记者问起美国会不会因为关税引发通膨，川普却这么说。Tremendous amounts of jobs, and ultimately, prices will stay the same, go down. 由于对等关税政策预计4月才开始，加上辉达引领科技股走高，投资人还有时间消化消息。美国4大指数周四收阳。They're going to be purchasing a lot of our oil and gas.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同一天，印度总理莫迪还来到白宫为川普送上能源订单大礼，更承诺要减少对美关税，似乎有意递上橄榄枝，想尽早从这场关税战脱身而出。美国每年从外国买进3兆美元的东西了，它出口2兆美元，所以美国每年的贸易是1兆美元的逆差。那大概全世界都在卖东西给美国，都赚美国的钱。只有少数例外，澳洲例外。澳洲对美国是逆差，美国对澳洲是顺差，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来，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上任还没有几个月嘛，但是有一点我很佩服，我觉得他搞天下大乱，他不但玩这个地下盘、天下盘，把全球搞得大乱，而且呢，他戮力从公，日夜匪懈。我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总统，而且他有他的核心价值。他有他的一套，虽然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他讲的头头是道。那他这个不好的效果，大概要1年半到2年以后才会出来。所以如果你有投资的话，尽量 cash is a king。1年半以后赶快要退出，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不好的效果都会出来了。那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低成长、高通膨了，就停滞性通膨。他这个方法。美国以前的总统也不是你第一个这样做啊，以前也有人做过啊。那这个结果一定是这个样，这千真百确一定是这样。但是跟川普做生意其实也没那么麻烦，就是跟黑道做生意差不多啊，跟黑道的老大做生意。黑道的老大做生意，他一定要赚钱啊，不赚钱的生意他做吗？8大行业做亏本他就不做了，土方亏本他就不做了。他一定选他会赚钱的，所以他这次所谓对等关税就是他的入超很大啊，对方赚的太多的钱顺差的，所以他对等的话，他就说好，比如说影响最大的就是东方这些国家嘛，就韩国啦、日本啦、这个台湾啦、越南啦这些为什么？这些都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压低汇率，把出口的东西变便宜。然后大赚美国人的钱，那回来堆在我们的外汇存底上面，以此为荣，历年以来都是很高兴、很快乐、沾沾自喜。我写了书，我写了很多文章，我都是这个不对的，我还跟彭淮南交手过，这是不对的。但是老美是，我跟你讲，他不同意我的想法，他在摇头了。费大的对嘛？不是你听我讲完嘛？你听我讲完。美国人其实还算客气的，他每次都给你警告，就是观察过301观察名单。对，观察名单。我跟你讲，这个川普我给你观察个屁呀！他什么观察你？他说到做到，他就是这一点好。我跟你讲，以后台湾的政治领袖要竞选总统，一定要讲这一点。我说的很清楚，我当选一定做，我不会拖泥带水，然后又反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他现在这些选举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还是没当选。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包袱你背不了。但是我认为他这个好几套所以台积电其实比我们的政府反应的好，因为台积电有史以来第一次到美国开董事会，大家说有重大声明要发表，结果有没有？没有。我为什么要发表呢？他跟那个习老大一样啊。你还没有出招，我为什么要反应呢？我反应了，我就输你一截了。我按下不表，看你怎么出招。原来你是要我跟 Intel 合作，你说我偷你的技术你基本上要偷回去，不好意思讲，说要割 Intel 的晶圆的部分跟我们合作，然后呢，他们就是要偷偷学我们的技术啊，对不对？所以呢，谢金河就说这个惨了。这个台积电会很惨，我们也会很惨，不一定。我觉得川普如果这是他唯一要求的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如果别的你就没有弹性转换的空间。你跟Intel合作，有的谈。我跟你讲，你7谈8谈谈到他恐怕都要下台了。
因为你这个是扶不起的阿斗啊，我怎么偷你呢？你就做不来嘛，你做不来，我跟你合作没关系啊，我技术够，你叫出钱很够啊，速度嘞啊，条件的，这个好好谈没关系，但是有一条路。我们起码要选择一条非走不可的路，因为你像今天总统讲的这个模模糊糊的啊，不痛不痒的，没用啊，因为川普不吃这一套，所以总统怎么讲呢？总统讲这个就是说，他怎么讲？你记得吗？模定了国防支出提到不是，他讲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不是，他有几个字，模定而后动。我要问总统啊，你没有模怎么定？啊，你一动就亏本，一动就吃亏，你怎么动？对不对？所以台积电小的模定合动，但台积电有做法。我们的总统、我们的中央、我们的总统没有做法。反正川普现在就是对台积电，要你的钱，要你的技术啦。来了，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必然的哈。我跟各位报告，以前美国用301条款类似，那个是比较感觉上比较文明。现在川普就直接告诉你。你口袋钱太多，我比较少，把你的口袋钱拿给我，你赚我的钱，就赚的比较野蛮一点。美国之所以会这样子，这是一个必然的。我跟各位报，美国不要讲什么说，哎呀，我贸易赤字，美国发行美金那些美金拿世界上流通的货币，谁来做决定？是你美国做决定的。美国从1990年当苏联解体以后，它的政策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分工嘛。美国认为我的设计能力很强，设计在我美国，生产到别的国家去，然后销售最后怎么来分配，是我美国来做决定。结果经过了20年，发现这一招不灵嘛，不灵的。到其实在2012、13美国的报告，他们就想要这样做，在奥巴马的时候这样做。平常讲。现在川普这2次的选举都是针对失业的白人中产阶级，他的策略，现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失业的每个人都给他拍手啊！你美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的工资越来越高 ，CPA 越来越高，你的工会能力越来越强。你美国即使用这样子的方法，短期之内是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其实美国以前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只是大家没有注意。1980年代的toshiba吧生产的芯片，美国是花了什么？用很野蛮的办法把它硬抢过来，它的专利。法国的阿斯顿也不是如此吗？我们这个 TVBS 王雪红，他的这宏达电以前也不是被美国硬搞吗？大陆前几年的华为不是也被他这样子搞吗？现在叫台积电，大家觉得痛了，大家觉得会继续搞。只要美国它的贸易赤字不平衡，他就给你继续搞。只要美国的白人这个失业的白人人口越来越增加，他就给你这样搞。我跟各位报告。我们要想好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所有全球的认真的、勤奋的、聪明的这些国家，你都要想想，你要怎么把你的市场分散一下。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太懒，工作太不认真，然后呢太不勤奋，然后呢他斗不过别的国家，就想办法整你，就这么简单。休息再回来。好，昨天就传出来害台积电今天跌说美国要台积电救援 Intel。你 Intel 表现太烂，就像我讲的，你又懒惰，你要求又多，然后你技术又不够人家，然后呢，你现在竞争不过人家，就说来，你钱拿来大家合资，然后呢，技术给我所以呢要救 Intel。那川普是不是在设局台积电，要合资英特尔，而且要掏空他的技术那另外呢，经济部说呢不能评论，我无法评论经济部反正现在很烂了。然后台积电说我不评论，台积电因为它是事关于己，它可以不评论。你经济部要讲有这个事没这个事，我政府态度要怎样你通通没有态度这什么鬼然后呢说美国给台积电3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台积电在美国建立先进封装厂，你自己来建立。第二个方案，合资入股 Intel Foundry 然后呢技术也入股。第三个，你美国的业务包括封装，通通台积电就让给 Intel 去干了，你台积电不要干，你不干我就没有竞争者了嘛，不很简单吗？那我就是独霸啦，对吧？你不要来那另外呢，这跟台湾呢，其实不是台湾的，全世界都一样。大陆国营事业、公营事业，只要有民间竞争，它就输。它能够赚钱都是独霸，没有民间竞争，不是没有民间，是根本不准你民间竞争嘛，它才会赢那另外呢，这个台股早盘跌了230点，台积电下杀30点这种消息也不好说怎么会涨了那另外呢，赖清德早上开国安会，我看了个半天，根本没有什么结论嘛。讲了3点等于白讲，浪费那个时间开会，他也没什么招，除了有一个还比较实际是国防预算达到 GDP 3%，是老美制要求的。除了这个是有一个数字，实际数字，其他什么认知作战布局全球，你不讲那个没讲不是白讲吗？所以呢，黄国昌说他就是在呼应大罢免，什么认知作战包括他上次中常会讲的什么威廉神预言呢，都在抹红对方。选举我讲选举讲这个是算了，你需要选举，选完到现在你还在讲这个，都是对方都是罢免，就是剿匪作战罢免就是因为这些国民党立委都是呼应共产党都是接受习近平的指示等等，这很无聊。你这老百姓会相信这个？除了你那个少数的一些人，你那40%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事情那另外呢，美台不确定性增加，葛莱仪他算是很了解台湾，他说台湾只是说服自己跟美国关系好，每天说我们跟美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但是呢，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的不知道，赖清德也不知道什么叫静观其变，什么叫谋定互动，就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嘛。所以他说，给台湾民众上了一记警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台湾只是骗自己，说服就骗自己了。台湾跟美国关系好，在国会中有许多朋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风暴，度过不了的。这是葛莱仪的这个警告，我们看一下。副总统车队进入府内，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也到总统府，因为总统赖清德9点半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包含卓院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与外交、财经等首长都与会。由于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等关税计划，且多次批评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意。台股14日开盘再度被川普点名的台积电，早盘一度跌30元，在1060元。而有外媒披露，川普为出手解救晶片，正积极撮合台积电与英特尔建立合资企业。为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并落实全社会防卫韧性，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的目标。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杨文之，我觉得那个赖总统的国安会议开的也太慢了吧，而且他川普上任那么久了，才第一次召开。理论上来讲川普在当选，他11月当选，那个时候就应该针对川普可能的作为要开国安会议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在立法院常常在质询经济部的官员，就问他们说，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台积电到底会不会被美国抢走，这个是在立法院热门的话题。那当时经济部的回答都是说，放心啦，不会啦。那个都会差2世代啦，我们一定会把最先进的制程留在台湾，而且未来1年一个厂，台积电未来会盖1年一个厂，水电都没问题，一定没问题的。结果现在看到川普就是瞄准台积电，而且就说了嘛，就是说要台积电把什么关键技术移转给 Intel， 我觉得完全不可以这千万不可以，因为台积电太重要了。以前蔡英文说台积电这叫细盾就是说
我们就是因为有台积电，所以保护了我们的国安，别人不敢攻打我们，因为我们台积电。现在如果台积电技术也外移了，然后现在也去日本了，那万一我们的先进制程也没有留在台湾，那个细盾也没啦。第二个就是台积电对我们经济那么重要，是产业火车头，而且我们这次税超这5000多亿，因为有一部分是证交税嘛，而台积电也贡献非常多。我们的国发基金啊，能够赚钱都靠几乎都靠台积电，不然很多国发基金投资都是亏钱的。所以你今天台积电如果就这样子随便被弄走的话，对台湾损失太大。可是我真的对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很没有信心啊！他们不要说谋定而后动，谋太久了，也还没定，谋这么久，那指定而不动，对，都完全没动啊！我之前也问那个官员啊，我就说川普有说要增加关税，那我们应知道，他们讲说，不会啦，美国如果增加关税，对他们也会受伤啦，所以我们很乐观，以前都是这样讲的。经济部长怎么说？经济部长说，没差啦，川普反正不能连任，只能做4年啊，我们这4年混一混就过去了。这官员都鬼扯淡，而且关税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个别产业，譬如说，好像汽车关税。美国要进来的话，3000cc 以上的汽车关税是17.5%，货物税是30%。那我们的汽车过去大概只要2.5%。那如果说川普现在要关税对等的话，那对国内的汽车产业因为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我们要像货物税也是大家很常讨论的东西，那货物税要不要趁机降低或什么之类，这都有很多东西要讨论。然后再一个就是之前有人提到说，川普要平衡那个贸易逆差嘛，所以是不是要台湾增加对美国的投资，然后或者是要多采购美国的货物？那现在我听说了，是到过年期间，就是这一阵子，才叫政府的单位去查说，我们有哪一些刚好在美国投资，要不要加大，或者是我们来盘点一下可以采购美国什么？现在才开始做，所以真的是慢之又慢啊！我觉得从赖总统今天才开国安会议。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政府他只在乎大罢免啊，所以黄国昌才会这样讲啦。从头到尾都只有政治纷争，但至于说怎么因应国际局势，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的方法出来。来，发言人吴峥，我想国际这个情势，其实我们还是要见招拆招了。那因为川普今天讲这个对等 reciprocal 的关税，那到底他指的是说你克我多少，我就克你多少？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贸易逆差的赤字达到平衡，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想这个我们要再观察。但是他今天在后面接着提到 no exemption 没有豁免，所以其实没有豁免这个讯息出来，我觉得那其实某种程度台湾可以安心一点，因为其实之前在讲美国要对全球钢铝课25%关税，那台湾我们自2018年开始就已经被课钢铁25%关税了，所以当时很多人紧张说这个25是25加25，还是就是全球25？而全球25的话，那我们台湾其实没有影响。那今天川普特别提到 no exemption， 就像日本、像澳洲在钢铁部分之前有豁免，那川普现在说不豁免。所以其实以最近大家很关注钢铝来讲，台湾可能不一定会受到新一波冲击。但是在贸易这个其他的关税部分像刚刚叶元之委员提到说，我们汽车税确实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我们汽车税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按照川普要求对等的原则，那这部分政府要来因应，这要盘点。那另外在贸易这个对美贸易，我们是顺差的部分那其实总统包含之前大家提到的能源嘛，那总统今天也提到说，要把国防的预算提到 GDP 的3%，那这个数字算下去大概就是8000亿台币左右。那我们今年编的国防预算是6407亿所以大概要再差1500到1600亿。那按照我们去年的税收有剩余大概5000亿的状况，政府是有能力去提升这个支出的。那这是在贸易平衡的部分那讲回来晶片，其实川普讲说台积电把 Intel 的生意抢走，其实这样的说法也不正确了。因为台积电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年张忠谋先生率先全球第一个发明了专业晶圆代工这个商业模式嘛，他有这个创新，所以只有台积电才能成功。那美国也在过程中享受很大利益如果不是有台积电做专业的晶圆代工厂这种商业模式，很多的美国 IC 设计公司起不来嘛 ，NVIDIA 起不来 ，Qualcomm 起不来嘛。所以事实上一直以来台美是一个互利合作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包含政府要持续的跟美国去沟通，并不是好像这个我们台湾都赚走，因为根据统计，其实最后一个晶片生产出来，就是说每一个晶片假如卖100块事实上台湾最后占走13块嘛，39块其实还是美国赚走，美国其实在这里面还是受益方。那现在讲说，如果要台积电去救 Intel， 但 Intel 这个说技术 ，Intel 其实现在也有技术对不对？因为
ASML 第一台这个最新的 High-NA 的这个 EUV 的极紫外光照射机 ，Intel 先拿到嘛。那 Intel 现在拼的这个18A 制程哦，就是 1.8 奈米啊，跟台积电的1.6奈米其实基本上是平齐的嘛。那 Intel 的问题是说它的良率拉不上来哦，它的最新的制程可能现在良率只有不到10%，没有办法进入量产阶段。那这个跟整个公司的体质有关啊。台积电的公司文化 ，Intel 要学得去吗？那台湾最尖端的理工人才进入台积电，可是美国这么多 IC 大厂，辉达、苹果，大家很多选择啊，所以这不一定是你想能复制就能复制啊。那所以我最后讲回来说，总统今天还提一个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的这个倡议。那这个倡议，我认为其实是要相对于贸易逆差，其实要处理战略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晶片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嘛。美国跟中国要做最尖端的 AI 竞争，需要晶片。你的半导体、你的飞弹要发到空中要晶片，你的无人机要晶片，你的手机要晶片。没有晶片，那你等于是国家没有未来。那美国现在确实一个问题是说，晶片大部分在海外制造，它的国内本土剩下 IC 现在 Intel 有少量的这个制程的能力。那问题是说，所以美国其实我觉得比起贸易，它更会担心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从战略角度，今天全球发生冲突，全球供应链断裂，那美国国内包括从民生到军事会大受影响。所以我想，总统今天提这个伙伴倡议，其实是要用政治对话方式来去跟美国去处理这个战略上面的问题。老美现在根本不跟你对话了，老美根本跟你对什么话？他不，川普跟你对话，他才不要跟你对话。那经济部长呢是说，哦，你们立法院砍掉他那个1000亿要补助台电的，所以呢，他的讲法是说，1000亿放在抽屉不让我们用，明明有钱还不让我们用，那这奇怪了，核1、核2、核3、核4那几个厂就躺在那个地方，你明明可以延役的，你明明可以把电价的这个平均它的这个核电1块钱1度，你非要搞到用个5块6块1度的电，然后平均要有将近4块，那你什么意思呢？你现成摆在那边不用，不是很奇怪吗？休息一下再回来。